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主题呢，是来看一下天使为你解答，是还是不是，可以还是不可以，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在我们的占卜当中呢，我们可以为大家去涵盖感情部分的占卜，可以去包括事业学业相关运势的预测，但是呢，我们可能总是会遗落一些大家想去询问宇宙的指引相关的一个话题。那么今天呢，希望能够通过这一期的天使为你解答，来帮大家去看一下，除了我们平常看的占卜主题之外，你心中的疑惑，那么来自天使给你的解答，来自宇宙给你的指引，分别是什么样子的信息。今天的这一期主题呢，也非常适合大家在做选择，比方说你有2个选项，你有2个方向，2个道路，在你左右摇摆不定的时候，不知道该如何抉择的时候，你可以通过今天的是或不是解答，来把你心中的2个问题分别分到2个不同的能量里，通过2个牌组能量的一个能量的一个对你道路的一个对应来找出究竟哪一条路，哪一个方向更加适合自己，又或者是宇宙对于某一条道路给你的具体的能量来帮助你当下做决定做判断为大家带来最好的一个相关的宇宙的一个提点信息。好，那如果说你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指引，我们就来看今天的选牌。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那么我提前收集了你们的能量还有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4个不同的牌组里。好，那我们呢就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第3组，然后呢是第4组。从左往右我们分别是第1组、第2组、第3组，最后呢是第4组。好，那第1组牌的朋友我们这边有一些能量的指引牌都放在了这一摞牌的里面。那么我们今天第1组牌的朋友呢，你们对应的能量宝石，我为你们连接到的能量呢，就是这个紫水晶。其实这是一个蛋面，就是有的时候做那个项链什么的，其实都可以用到但是我就是这边都是占卜用的能量宝石。紫水晶呢我有很多所以这一颗就是第1副牌的朋友我们这里是一个蛋面紫水晶背面是磨平了的，前面是个很圆润的紫水晶。好，这是第1组牌的朋友你们的一个能量指引宝石。然后呢，第2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看到的呢是一个平常看的比较少的一个朋友，但是这个宝石跟了我很久，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颗宝石，它是那个澳洲碧玉。碧玉的其实它有很多的颜色，平常我们看的比较多的是红碧玉，今天呢是一个这种我觉得是跟土地连接很深的一个碧玉然后我的这一颗碧玉呢，它有这种眼睛，就是这颗碧玉里面有一个白色的很光滑的一个花纹所以呢，今天第2组牌的朋友就是这个土黄的我觉得很像沙漠，碧玉沙漠当中的一个湖泊，是不是好，这个是第2组牌的朋友，黄色的这个是澳洲碧玉。然后呢，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们的这个能量对应宝石是新朋友，我们从来没有在占卜当中拿出来过，因为这个宝石相对有点小。这个宝石呢，其实是萤石萤石我一直在寻找就是彩虹萤石，就是那种萤石有很多种它其实会有那种彩虹萤石，就是像这种里面是有那种分层的，像我的这一颗是绿色、白色紫色，对吧？就是这种还有一丝蓝，它有很多很多的层次。可是唯一的呢，就是它比较的小这个是我能找到就是最有层次感的那种萤石，但是它比较小。所以我们今天的第3组牌的朋友
我们的这个彩虹萤石呢是双数，是2颗。OK， 第3路牌的朋友，我们这边是2颗彩虹萤石给大家做的这个能量的一个对应大家感觉一下。好，最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老朋友粉水晶其实这个也是可以做那个首饰来的，它是一个水滴这个是粉水晶。好 ，OK， 行。那为了方便你呢，可以跟每一副牌的能量做一个有效的能量连接。那么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那么在这里，如果有朋友是有2条方向或者是3条不同能量的话，那么希望你能够每一次就是在找这个能量的时候，都做一个简单的冥想，清空你之前的能量，然后呢，直接把某一条道路的能量全部注射到我们今天的选牌能量里。那么你重复2次或者是3次，分别选出每一个路径或者是每一个选项的对应，你就可以来听了。好，我们现在呢就一起来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我心中的这个方向，我心中的这一条疑问，究竟是肯定的回答，还是否定的回答？是 yes 还是 no？ 请宇宙给我指引，请宇宙给我提点，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4个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当下的这个选择究竟和哪一个牌组的能量是最有对应、最有连结的。今天的选牌呢，不建议大家多选，单条能量对应单组牌卡信息来看，好不好？OK， 如果呢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那一条路径的选项，那个牌组的选项的话，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一下这条路究竟天使和宇宙给你的解答是 yes 还是 no 呢？那我们待会儿见。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1副牌组的朋友。那你呢选的是这个淡面紫水晶，好，先放一边，我们可以跟这个大紫水晶放一起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天使对于你心中的这一条疑问，你所选的这一个道路吧，给出的一个具体的指引和答案。我们今天的第1张牌来自天使，对应这个疑问的解答是不要停 ，Don't stop。所以这个能量一出来吧，我就感觉到就是第1副牌的朋友，也许你心中的这个疑问呢，是在询问究竟该不该坚持和继续。如果你的问题是在问你该不该坚持，该不该继续的话，那么宇宙给你的指引就是不要停下来，我觉得是要继续的。如果说你今天问宇宙的这个问题是，比方讲我可不可以走某一条路，对吧？我可不可以走这条路，可不可以这个样子，可不可以那个样子？我觉得你心中可能对这个方向还是想做的。如果你心里想走这条路，想选这个方向的话，宇宙也是说不要停。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偏肯定的答案，虽然他没有给出明确的 yes 或 no， 但是我们能够感觉到来自天使的一个指引我们这个大天使他吹响了他的这个号角展开了他的这种彩虹的翅膀。我觉得这种牌给我的能量的感觉是有希望，对不对？是很强烈的一种希望的感觉，就仿佛第1副牌的朋友，你所询问的这个问题，这个道路，这个方向，它是一条很有希望的道路，很有希望的方向。虽然说当前我们还不能给出100%的一定可以一定会赢，一定会好，怎么样的答案，但是我觉得就是这是一条值得你继续努力的方向，这是一条值得你去付出的一个道路，对不对？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时候其实都不知道最后怎样，因为最后会怎样，只有当我们到了最后才能知晓这个最后的答案。那么我们大多数的时候都是在为了这个希望而努力和奋斗。所以我们在讲生活当中，我们人就是要活得有希望，我们不能活在没有希望没有未来的生活里，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一些希望。
只有在希望存在内心的时刻，我们才能够保有对这件事情的热情，我们才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寻找我们属于自己的那个人生意义，对不对？我们的生活就不仅仅只是活着，而是真正的活着。不是为了活而活，而是我们要活得精彩，我们要把自己的生活料理得好，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算是一个很好的消息啊。天使是说，请你不要停下来，这是一条非常有希望的，值得你努力继续为之付出和继续向前的道路或者是方向。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张指引。然后呢，我们今天第二张指引呢，给大家抽的是来自于守护神或者是守护灵兽给你的一个信息。那第一副牌朋友，今天我为你们抽到的守护神兽啊是老虎啊，是老虎。这个老虎啊作为守护神兽，对应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牌位啊，就是这个你选的这个能量里面吧，我觉得是一个非常有那种就是目标很明确，然后呢是非常有力量。因为老虎呢是兽中之王啊，老虎真的是兽中之王，非常的厉害，在他的领域当中就没有他打不到的猎物，是不是？这个老虎狩猎啊有一个特点，它虽然非常的强，对不对？我们都知道这个老虎特别的厉害，但是老虎也不是随便就奔跑，随便就去打猎的。老虎其实也是一个非常有策略的一个能量，就是它是一个很聪明的这个兽中之王嘛，对不对？他每次在打猎之前，他会先选好猎物，他会先观察很长的时间。当他明确这个方向之后，他就会开始布局。他可能会选择某一个角度，选择某一个隐蔽的地点，然后呢，就是去等待。就好像他锁定那个猎物之后呢，他会给他下一个那种陷阱。虽然不是真的陷阱，就是他仿佛就是给这个东西画了一个那个框，画了一个区域，他一定要等这个猎物到达他心中指定的那个方向。就是说这个老虎是策略家嘛，他会提前预设这个东西接下来会往哪个方向发展，这个路接下来会往哪个地方跑，他会看，他会很就是他会有一个那种大概的一个方向，而不是随随便便的他躲在哪里，或者是他站在哪里，他什么时候跑，他什么时候停，他都是有方向感的，对不对？有的时候他躲着跑，跑得慢慢的轻轻的，有的时候当他开始明确了以后，就开始加速度，就不顾一切的往前跑，跑得非常非常的快，巨大的力量震慑着他的猎物。所以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仿佛这张牌你的守护神兽就是在告诉你，你要做的就是去承接和连接这个守护神兽老虎的力量。你要更加明确的是你的猎物是谁，你要更加明确的是你的方向，你想显化的这个东西它具体有哪些。当你明确这个东西以后，你就要开始画边界，你不能够再去盲目的比方讲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点三心二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点朝三暮四是不是我们不能够被别人分心啦。当你看到你的这个猎物打个引号，你的目标你想要实现的这个东西以后，你就要锁定它老虎这个神兽是锁定你的猎物，锁定你的目标，并且开始布局和谋划。这个东西是需要很强的耐心的。所以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想问的这个方向这个道路，也许是因为你当下心态有一点晃动，有一点不稳定，那么你就需要去连接这个守护神兽老虎的力量，让自己稳定，让自己耐心起来，就是有耐心，一定要有耐心。锁定目标以后就是等待，就是观察，就是布局，就是那个眼光和前瞻性要提起来，对不对？老虎，我们今天的能量火和土，非常接地气的一个目标锁定之后，就是心中的火。这个火是什么？就是我们在讲生活当中的那个精气神，对吧？我们对生活对目标要有那种能量我们不能每天就是我今天就是吃餐饭就好了，不饿就行，不可以的。第一组牌的朋友，我相信在你的道路当中，这个目标一定是能够让你兴奋的，这个目标可能会让你非常的亢奋，或者是让你非常的激动，因为你知道一旦你得到它，你可能就会很开心。所以这份激动它不能够外放，它要存在你的内心，要存在你的心的里面，
帮助你在每一天的这个谋划、等待和布局当中，我觉得是越来越精进啊，越来越精进，越来越有力量，随时都可以去 leap 的意思是弹跳，就随时可以让你去扑向它。因为最后的那一瞬间就是捕到你的猎物，它就是一瞬间。但是我们都知道，老虎捕猎最后的一瞬间是它长期的布局，而你要做的就是学老虎，长期布局，越来越准备好，越来越自信心越来越强大。你知道你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直到那个时机到达，时机成熟的时候，你就马上一跃而起，变成兽中之王。在你的这个领域当中，在你之前圈起来的那个能量里，你就是最厉害的那一个。那个时候就是你的时间点，就是我们在讲宇宙的 divine timing， 对吧？宇宙的时间，天时地利人和，你要做的是人和。等到天时一到，地利一出，你就直接一跃而起，一跃而飞。所以一定是有志者事竟成的。那么这件事情你必将达到，你必将完成它。所以宇宙在讲就是不要停嘛。也许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在守候期，你们在等待期，你们在布局期，那么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段是需要你们耐心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抽到的守护神兽就是老虎嘛，对不对？讲到老虎，我们来看这个牌，它的能量就是 divine timing， 跟时间有关。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问题跟时间有关，也就是说这个道路我觉得你们选的是对的，又或者是说你们已经在正确的轨迹里，但是时间是什么？你的时间和宇宙的时间，你希望今天就能够完成，你希望明天就能到达，可惜宇宙说还不行，宇宙说时机还没有成熟。我们在讲什么叫创造？创造是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和宇宙一起创造，对吧？我们需要的是我们尽人事，我们还要听天命。听天命是什么意思？就是要等时机，等的就是这个天命，等的就是这个宇宙的时间点。当你准备好了以后，宇宙为你调频，一旦这个时间点对上，那么此事必成此事必成。所以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宇宙的时间就是在讲你需要耐心，土元素嘛，稳住，内心永远保持着这一份热情，但是也要稳住，在每一天的这种努力勤奋付出当中去蓄积力量。那么当宇宙的时间来了的时候，你就可以一跃而起了。那这个最后的这句话讲的是，真正的好事情都是给那些有耐心等待的人准备的所以说有些事情如果太快发生，太容易，可能这件事情未必有那么的好。此事越好此事越能够带给你，我觉得是你这种开心的满足的东西，那么此件事情就越值得你等待，好不好？这个是第一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的第二张指引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看我们今天有几张牌是给大家提前抽，然后我还会给大家去继续往前算它的预期和未来好，我们接下来的两张塔罗牌，接下来两张塔罗牌第一个呢是金币侍者，第二个呢是女祭司的逆位，给大家往下放一点第一个呢是金币侍者，第二个是女祭司的逆位。这两张牌呢在告诉我有一些朋友选到第一组的，我觉得你们要做的这件事情吧，你还在一个起始点就是你还没有很娴熟这件事情。因为金币侍者的能量就是在讲孩子嘛，对吧？小孩子，侍者的能量就是属于那种一个能量还是很新的状态，相比于国王和皇后，对不对？侍者能量它是一个新阶段，它是一个新的展开，它是一个新的开始。所以这张牌呢，我觉得对应在第一组牌的朋友就是对应在你们的能量里。第一个就是你们所求的这件事情，其实你在这个道路当中，在这个领域里面，在这个事件本身，我觉得你的经验并没有那么的丰富，你们还是在学习、尝试或者是突破的一个阶段。无论你现在年龄是多大还是多小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就是有些事情呢，我们其实是不是那么的熟的。就好比讲有些人他事业很成功，但他感情里就是很小白，
他感情里的事情就不是那么的厉害，他不是那么的有经验，对吧？那有些人就不同啦，有些人事业做的可能真的是很普通很一般，但他就是一个情场的高手呀，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当前啊，地府牌的朋友，你一定要放宽心，一定要让自己平心静气吧。如果说你所询问的这件事情 OK， 对于你啊，其他的某些生活的方面还属于比较新的状态，你还只是刚刚开始，对吧？比方说你才刚刚开始去玩什么东西，对吧？你才刚刚开始去探寻某一条新的道路开始去，比方说走感情的路去探寻我们生活当中的感情呢，或者是你才刚刚开始想去走事业的路那么你就知道，就是自己无论是怎样，还刚刚开始呢。你要允许自己犯错误，你要允许自己尝试，你也要允许自己享受这个过程。因为有些事情如果你想把它做好，你想把它做得很深，你需要一些，我觉得是童真在里面，就是你需要有那个初心，那个初心可能就是这件事情本身让你快乐，这件事情本身让你觉得很满足，你需要这个能量去为自己接下来不断的去创作，不断的去调整，不断的去向前推进，对吧？有些时候就是起点没有那么的重要，其实他在乎的是你能做多久，你能坚持多久，你对这个目标有多么的坚信不疑。好，老虎的能量对应在金币侍者，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有些朋友你们的目标有点大，因为老虎它打猎，它不是打的那种很普通的东西。有些小动物就是很简单它打猎可能很容易，但老虎就不一样，老虎不是什么东西都吃的，老虎可能一般会打那种比较厉害的什么羚羊之类的，对吧？那羚羊本身就很牛跑得那么快，可是老虎却要挑战它，是不是？老虎要挑战，老虎是不会吃什么小兔子之类，一般都不会。所以说我能够从这两张牌的能量里就感觉到，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也是一个，我觉得是个褒义词就是野心勃勃的野心家吧，就这种感觉。我觉得你们想要的东西还是挺大的，挺美好的就是那种真正的好东西值得等待嘛。所以你们在这个道路当中，可能当前经验没有那么丰富，但是呢，你们又很想显化一个相对完美、相对品质比较高的一个目标出来。那么我觉得当前这个能量就对应的很好，你需要等待你需要等待，你需要运筹帷幄，你需要蓄积力量，你需要积攒经验，对吧？好，然后我们看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呢，我为大家抽到是一个逆位的女祭司。逆位的女祭司呢，跟我们当前的这个时间又能对上。为什么呢？因为女祭司的能量是什么？就是我什么都不说，但是我却什么都知晓。而逆位的女祭司呢，就是在讲，如果这件事情第一副牌，如果这件事情你想通过捷径的方式来达成你的目标的话，此路不通。女祭司就是在讲这个女祭司是什么？我们一般讲女祭司能量，我们都讲秘密，对吧？秘密。可是秘密逆位的女祭司就是在讲这个秘密藏不住，这个秘密藏不了。女祭司到来，没有秘密可藏。而且呢，如果要藏这个秘密，如果这个秘密是一个那种有一点小小黑暗的就是那种 dark secret， 或者是这个秘密它可能会有一点损害别人而有利于自己的话，那么这个秘密会反过来就是害你。OK， 这张牌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此时此刻第一副牌的朋友不能够使小手段使小手段不行，因为老虎的能量不是小手段，它不是那种狡猾狡诈，老虎就是绝对的实力冲过去，运筹帷幄，像国王一样，我布局，我有军队军队就是自己绝对的实力，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什么都没用玩阴的不行的。所以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女祭司逆位就是在这里就是有一点像是从另外一面告诉你就如果你想通过一些投机取巧的方法，或者是通过一些小聪明来完成这件事情的话，此路不通，此路不通。而且如果要是走这种有一点旁门左道的话，我觉得这边就是会有一些代价，因为这里是一个逆位女祭司比方说你想通过什么偷窥的方式，或者是使一些就是暗地里，或者是有一点小小骗那种感觉就不行，就容易反噬自己啦
啊，我们说简单一点就是容易被反噬，所以我们这里是女祭司。好，然后我们今天最后的2张牌啊，最后的2个塔罗，我们来看一下。最后2张塔罗呢非常有意思。最后2张塔罗呢，我为大家抽到的是火元素8和这个舞者公主啊，这2张牌的能量跟我们前面非常不一样，说明什么呢？第一个火元素8，此事啊，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选择这个方向，它所隐藏的能量是什么？就是说有些事情呢，你看起来好像觉得有点难，你看起来好像觉得就是可能会比较的慢，你看起来觉得就是你需要等很久，然后你有一点就是没耐心。实则呢，实则是火元素8，很快呀。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会就是被一种假象啊，就是被骗的感觉。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们回过头来看，可能就离那个成功差那么一点点，但是呢，就是会有很多人在那个离成功差一点点的地方提前放弃，无论是出于什么原因啊，自己的原因也好，心魔作祟也好，还是外界的影响也好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被别人拉走了，就不能再继续了，对吧？有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情况，但是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就是你问的这条路，当前你看不到的东西是这个东西这个方向运行的比你想象的要快。因为我今天看到很多有时间的能量，也就是说时间对于你来讲就是卡你的东西啊，你就是可能没有耐心，你就是想快一点，但是呢，你看到当前你眼前的局面是它不够快，它很慢，可是呢，宇宙却在这个地方告诉你，比你想象的快，火元素8比你想象的要快，比你想象的还要顺利呢。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容易就是有这种障眼法嘛，对不对？有障眼法，所以我们也是需要有智慧去看清楚事情的本质。老虎啊，打猎的时候，有的时候感觉到前期工作就很慢嘛，但是最后去抓捕的那一下，就最后去 OK 啊，获得他的这个目标的时候，很快很快。所以我觉得同样的道理，第一副牌的朋友，可能有些事情就是你看起来有些事情很慢，好像进展的很缓慢，甚至你看不到进展，实则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只是你现在还看不见。啊，这个能量我觉得是很关键的一个，就好像宇宙给你的一个小小透露啊，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对不对？好，第二个是什么？sorry， 这个是跳舞的公主啊，跳舞的公主。这张牌讲的是什么呢？它讲的是说 expression 啊，就是表达。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公主，她骑在这个独角兽啊，她骑在这个独角兽，就给人的感觉她是非常恣意的，她是非常那种活泼的。啊，他跳舞随便的跳，对吧？还拍那个这个独角兽的屁股，就感觉就是他非常的开心呐。啊，这独角兽也开心，对不对？这个是公主的能量，非常的那种孩子气，非常的活泼，非常的可爱。所以我觉得当前就是说，第一副牌的朋友啊，这件事情如果你就是你想到这件事情，你能做成，想到自己最后能够实现这个目标，跨越这个最后的那个。我们在讲跑步最后的那个终点线的话，能够让你很快乐，能够让你我觉得是勇敢的做自己，能够让你很顺畅的去说想说的做想做的，玩想玩的，那么你就一定要做。因为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你太把能量集中在结果上，你就可能过得没有那么开心，你就可能会被得失心牵绊和左右，就仿佛自己给自己加了一个那个砝码变重了，或者是自己给自己加了一个那个枷锁把你捆住了，不自由了。这张牌让我看到是，如果说这个过程你本身就很享受，你享受这种打猎的过程，你享受这种追逐的这种布局的话，你就做，不要想结果的得失。因为我看到的是这个过程可能有的时候比结果对于你来讲更重要，更宝贵，更值得你去好好的体会和珍惜。因为有很多时候所谓的这个成功，它就是一瞬间。很多时候当真正成功的人，他回过头来看，成功的那一瞬间根本就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精彩，而是他整个过程才是真正令人回味的。所以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就是不要执着于这个结果，勇敢的去享受这个过程，去创造这个结果，而创造本身
可能才是最精彩、最令你我觉得是兴奋的可爱的这个是武者公主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未来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预测，我们来抽2张塔罗牌看一下。今天我们的最后2张牌是给大家现场抽的我们来看最后的2张牌。对于第一个牌的朋友，你们选择的这一个方向，这一个选项或者是这个道路，我们来预测一下它的未来好，塔罗牌里的未来指引，感恩宇宙。好，2张牌直接出第一张圣杯骑士，第2张权杖3。好，首先呢，我觉得是这样子的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未来看到了能量升级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这张牌这也是一个公主能量嘛，公主能量就是我们的侍者能量我们今天其实在抽的时候，第一副牌当下的能量就是侍者，就是属于那种很新很年轻的能量。但是呢，我在抽牌的关于这个整个第一条路的未来里面，我看到了大家的能量升级，因为我的能量从侍者或者是公主变成了骑士，说明在这条道路当中，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会越做越确定自己的选择因为你的能量升级了，你会越做越自信，越做越确信自己的这个选择是对的。有的时候我们是做着做着就越有自信，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做着做着就越没自信，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决定了这条路是对的还是不对。而第一副牌的朋友，这条路我觉得还是对的成分要远远大于不对的成分。就是你越做越开心，你越做能量越强，就表示这个路它能够成就你，至少在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能看到的，对不对？它能成就你，它使你的能量升级了。那么第二个就是这个水元素在未来被扩大了。我们今天看到了水元素，就是有这个，其实女祭司里面有很强的水，然后呢就是这个武者公主里面有水，这2张跟水元素有关的牌，我觉得是在接下来的这个未来被放大了，就是这个圣杯骑士圣杯骑士水元素被扩大。这个水元素代表的是什么？是艺术，是创造，是灵感，还是我们的情感？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如果当你对这件事情投入了你的真爱，有的时候我们把真爱给的并不是人，我们把真爱给的是事，对不对？当然了，第一副牌朋友，也许你也在用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占卜的主题去测感情，那就更加对应，就是这感情的能量里面，它是在升级的，你自己能够感受到更多的爱，所以你才能够表达更多的爱。那如果这是一个创作之路的话，第一组牌的朋友，就是这个创作的能量被升级了，你更加顺畅的能够去找到自己的灵感，并且把它表达出来，无论是音乐、绘画还是文字，是项目突破还是科研，我觉得它是在一个表达的过程当中越来越顺利，越来越顺畅的感觉。我们看这个能量是骑着白马，头顶的顶轮是发亮的，我们在更加顺畅的连接宇宙的能量，在和宇宙一起，包括你的白马白马可能象征的是你的坐骑，你的技能你的这个什么一个助手，或者是你的创造的一个手段和途径，也3眼轮的能量被点亮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是越来越有灵性了越来越有灵性了。而且呢，这个道路的前方会更加的快，因为我今天看到了火元素8，而且我们这边有骑士，说明这个能量很快马儿跑起来了踏着这个海浪跑起来了，潜意识的能量也会更强了。好，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关于未来的一个预测。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了，火元素3第二个呢就是这个火元素3。火元素3呢代表的是远方，如果说当前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还在眼前计划，
就是你们还在看眼前的这件事情。那么火元素3代表着在未来你能看到更远的将来和以后，因为有些事情呢，它是像那个一层一层的剥开的啊，一层一层剥开。你当前呢给我的感觉是在能量层级的，比方说第一层，等你做到一定的时候，等你剥开第一层之后，你能看到里面的第3层，就是当你来到第一层结束以后，你能看到更深的地方，你能看到这件事情它可能对你的更深远的影响，以及你可能在未来会，我觉得是投入更加多的精力去进一步的打开显化这条道路当中能够为你带来的美好将来。有些事情我们现在只能预测眼前的近期的，但是呢，当你来到一个地方，就是当你做出一定成绩，当你看到一定的这种结果的迹象，你就会更加全力的去付出。因为就是人就是这样子啊，当你看到这个事情它是有希望的，你能看到这个人他是值得的，也许你就会更加多的去投入，对不对？所以火元素3就是进一步的去投入，站在一个更加高的点去看更远的将来和以后，而不是仅仅看眼前的猎物，而不是仅仅看眼前的目标和方向。你看到了这件事情更深远的影响，以及你想去在这条道路当中进一步的去布局。那么这一次的布局就是长远的布局，这一次的布局可能是计划更加遥远的将来和以后。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为大家所连接来自宇宙，来自天使，对于你选的这个道路宇宙给你的指引和解答，究竟是 yes 还是 no。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占卜的一个结果，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为大家带来指引，能够帮助大家做出你的选择和判断。那我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2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黄色的一个碧玉，黄碧玉，澳洲黄碧玉。好，那我把这个宝石呢先放一边，然后呢我们今天首先来看一下第1张牌。我们今天要看的是你选到这一组能量第2组牌，那么这条道路这个选项来自天使给出的指引信息是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他说的是 in the near future 在不远的将来在不远的将来。这张牌呢其实给我的感觉就是在不远的将来一定会出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或者是你会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来帮助你进一步的去定义你当下所选的这个道路，你当下所选的这个方向是否能够给你绝对的肯定，或者是绝对的否定答案。在这张牌里面，其实我认为第2副牌的朋友，如果准确的去讲这个能量里面天使想告诉你什么，就是当前有些事情还没有真正的成型。有些事情呢，我们可能会在一个时间点就是能够看到它的这个未来究竟是好还是不好，或者是可以成还是成不了。但有些时候呢，在一些很特殊的时间段，尤其是变量很多当前我觉得这个 in the near future 讲的是变量很多，这个变量有可能来自于你自己，这个变量也有可能来自于别人，这个变量也有可能来自于外界其他的一些变化。那么一切的东西都是相互连接的，对不对？都是相互连接的。当外界不可控的东西变量它的这种比重会比较大的话，那么我们当前去看未来的结果，它的这种怎么讲呢？确定性就会降低，就会大大的降低。所以我觉得今天就是选到这一组第2组牌，这个黄颜色碧玉的朋友我觉得在这个方向里面，在这个选项里面，在这个决定里面我觉得有些事情就是当前来看为时过早，这个是天使给出的答案。然后呢，就是在未来，而且是近期的未来，一定会出现一些能够帮助你进一步确认的信息我觉得这边是有一些，比方说什么事情
什么结论啊，什么样子的一个，比方说，你在等待一个什么信息，或者是什么信息会到达啊？这边我听到就是有一个，就像有一个信一样的东西，或者是有一个那种什么证书啊、资格证啊，或者是某一个事实真相啊会被你知晓。那么到了那个时候，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很多事情就会非常清楚了啊，就会非常清楚了。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天使的能量更多的信息是让你等一等。让你等一等，不用等很久啊 ，in the near future 不用等很久，应该是比方说1-2周这样啊，3周这样，不会超过1个月，就是不会太远了。好，这是我们第一张牌天使牌给出的能量啊。然后呢，我有给大家抽一个，就是当前你的守护灵，当前你的守护神兽啊，想要给你的信息，你当前的这个守护神兽又是什么？我们今天看到的能量呢，就是这个骆驼。是骆驼啊，我给大家抽到是骆驼，骆驼的能量来到我们现在的这一组啊，这一组第二组牌的朋友啊，而且我们又看到是未来不久的将来。骆驼呢，其实讲的是说我们在穿越沙漠的时候，骆驼可以帮助我们，对不对？骆驼是一个非常有耐力的灵性动物，对吧？骆驼非常的坚强，非常的坚韧，在沙漠这种最恶劣的环境当中，可能只有骆驼能够去行走吧，只有骆驼能够穿越沙漠吧，对不对？就算我们人类想穿越沙漠，可能都需要借助骆驼的帮助。所以骆驼是一个非常坚韧的能量。当前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抽到的是天使在告诉你未来啊，要等一等，而我们现在又看到了骆驼守护神。所以我觉得当下你们在询问的这件事情，或者是当前你选择的这个方向里面，存在很多的，我觉得是有一点像是跋山涉水的感觉。跋山涉水，你需要继续的向前推进，你需要默默的去守护，而且这种能量里面有什么样子的感觉，就是这个保存实力啊。第二副牌的朋友，我听到了保存实力。就像那个翻山越岭、穿越沙漠一样的啊，你只有保存实力，你才能够，比方说耗得起，对不对？你才能够耗得动，你才能够最后走出沙漠，你才能够赢到最后，笑到最后。否则，如果你不懂得去保存自己的实力，或者是说，灵活的适应当前的改变和环境的话，那么有可能这个事情就会对你不利了。所以我感觉到，就是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这一组的能量里面，在这个方向里面，在这个选项当中，我觉得保存实力、适应当前的一个状况很关键啊。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固执，我们需要坚强，我们需要坚定，就是冲过去嘛。但有些时候就是比方说竞争对手太过于强大，比方说这件事情太过于的，就是你把握不了，那么与其去乱动。与其去乱动，就是动的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你就随便乱动，你就随便说什么话，随便做什么事，特别容易伤到自己。在这种沙漠的这种环境和格局之下，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守护灵骆驼想教会你，就是要保存实力，想教会你适应当前的这个变量的环境。因为在沙漠这样子环境当中，其实就是很严峻然后突然还会有沙尘暴突然可能就会一下子就是那种环境突变原来的记号都没有所以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这种能量里面需要你们去忍耐我听到了很多，我觉得你要忍耐，你需要去忍耐，你需要去忍忍字心头一把刀，但是忍过去你就能赢，忍过去你就可以通过我们今天是这个，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张牌里的信息我们这边有一个灵魂的成长灵性的成长，灵性的成长下面有的是成长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你需要去有信仰，并且相信这个旅程好，那么这个能量呢，讲的是什么？第一个吧，就是在讲成长嘛，对不对？所谓的成长就是改变我们原来的自己，
所谓的成长就是突破自己的舒适圈，对不对？所谓的成长，我们可能就是需要去打破一些我们平常习惯的东西，或者是说改变改变之后，或者是适应新的，我们才能够实现的是一种自我的升华。OK， 那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那个结论或者是那个结果从来都不是最重要的一环。成长其实它并不是一个终点，成长是一个，我觉得是不断在，就像英文单词那个 ing， 它是不断在运动的一个变量动词，就是这个动作它在不断的去动，不断的在做，对不对？所以成长它讲到的是一个过程，而不是那个结果。当前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过程对于你来讲很关键，你要做的是控制自己当前可控的。比方讲，我刚才讲就是说，有些事情可能在未来会出现一些东西去帮你结论，或者是说在未来你忍了当前，对吧？你忍了，你现在忍下来，忍字心头一把刀，你忍了，那么未来可能就会有一些东西能够去帮助你那么你现在要做的可能是保存实力，但是保存实力并不是你最擅长的，或者是不是你希望的。你想冲，比方讲，对不对？第二组牌朋友，你想冲，你想现在就下结论，你想现在就定义什么事情，或者是定义某人，可是往往我们所谓的灵性成长，它就是事与愿违的一种存在，在不断的去改变自己、磨砺自己心性的过程当中，去完成自我的升华。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你的守护灵骆驼，当前的忍耐就是你的成长功课，当前的想动但不能动的一种保存实力，或者是学会保存实力，然后呢，适应改变，也是当前第二组牌的朋友你要学习的一个课题。好，我们再来第三张牌第三张牌我们来看这是什么呢？第三张牌我们这边就是塔罗牌了我们现在变成塔罗牌，今天有给大家提前抽的，也有我等一会儿会给你们现场抽的。我们今天的塔罗牌第一张是魔法师是魔法师。这张牌呢，其实它在强调的东西就是当前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想要去显化的这个结果。我觉得你们现在的能量告诉我的就是意志力很强大，就是有很强烈的想法，想要去做成某件事情，有很强烈的想法，想要去突破什么难关，又或者是有很强烈的想法，想要去成就、完成、推进。我觉得这种想法的能量就是想动起来但是呢，很可惜，就是说当前的能量就有点像是你想动，但是动不了；你想冲，但当前不适合冲。宇宙这边有骆驼的能量，它讲的是什么？它讲的是现在要忍耐，要保存实力，现在不能动，对不对？有暴风雨，或者是有这种沙尘暴。然后呢，天使又说不是当下如果你想现在就动，不是当下，是在不远的将来和以后。那么魔法师他强调的是当前你其实有很多东西都已经是条件满足了第二组牌的朋友条件非常的成熟，你在变换你自己的魔法，也就是说你在做你想做成的这件事情但是呢，魔法师要驱动这个魔力，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个魔法师是用火元素来驱动的，它这边有一个权杖在连接这个能量，大海的水在旋转，然后呢，它在 channel， 就是它的连接这个能量来到它的这个火球里面去完成它的显化嘛。当前就是这种高速运转高速运转，但是现在的魔法师他没有动他没有动，所以这是一个显化的过程。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就是在这个显化的过程当中，就好比我们把这个魔法变魔法讲简单一点，就好比你要做一个菜你要做菜，你要做的是番茄炒鸡蛋，对不对？那么它的过程里面可能是准备番茄准备鸡蛋，然后呢下油锅，然后要翻炒，先炒鸡蛋或者是先炒番茄，最后还要合在一起，然后才是那道菜。
那么魔法师就是在想，你现在有非常强烈的意志力，你非常清楚，你就是想做这个番茄炒蛋，但是呢，这个番茄炒蛋不是1秒钟变出来的，对不对？它不是1秒钟变出来，你得先把番茄切好，然后番茄倒到锅里面，然后你要炒，一直炒到那个番茄出汁，然后你把它添出来，然后你再炒那个鸡蛋，鸡蛋要炒到什么程度，然后在一起，所以它有一个过程，每一件小事，每一个小步骤都有它的开始、发展和结束，然后最后呢是把所有的元素全部都汇集在一起，而你精力要非常集中的去完成最后的那个目标，就是你目标非常清楚，然后呢又要把周围就是能够实现目标的每一个步骤都做到位，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你要显化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有这种驱动力，有非常强烈的能量来为你做成，但是这中间有一个时间段，你需要去等，你需要去有耐心，你需要去忍过去啊，这个所谓的这个过程，才能够看到那个最明亮的结果啊，就这个感觉。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海巫师啊，海巫师他的能量就是集中注意力啊，集中注意力。有些朋友呢，当前选到第2组啊，我感觉到就是你会不会有一种，如果现在看不到结果，就有一点想去尝试其他的事情的冲动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某件事情上做了一段时间，然后呢没有看到结果，就想放弃，然后呢就再去开始一个新的东西。这边我觉得有一些可能火元素的朋友，你们可能会有更强烈的一种感觉啊，比方说在生活当中，有的时候刚刚开始是想去骑自行车，然后骑了以后你觉得可能没什么意思了，然后就不骑了，然后又换了一个骑摩托车，然后骑了摩托车觉得没意思，然后又换一个就是开汽车。但是呢，你总得在一个地方，就是如果你想成功的话，无论是自行车摩托车还是汽车，你总得在一个地方就是定下来，你必须要集中你的能量去不断的去显化，不断的去推进，不断的去加强和完善，直到自己可以变成那个终极的赛车手，对吧？从一个会骑自行车、会骑摩托车、会开汽车到专业的赛车手，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对吧？这个能量的跨越。那么如果你想成为一个不凡的人，如果你想真正的把这件事情做好的话，那么你就需要去忍耐，你必须忍耐 OK， 你必须忍耐。所以当前呢，我能感觉到其实第2组牌的朋友这一组能量很强这一组能量很强，而且我觉得你们这一组就是你们连接到了这个地方，这条道路当中有你们很强烈的经历，魔法师有很强烈你们自己的个人意志、个人想法、个人心愿在里面，所以这条路也许是你们最想走的那条路，这条路也有可能是你们最想去我觉得是看到结果的一条路。可是当前呢，我们看到了骆驼，我们看到了在不远的未来，所以这条道路当中，如果你想看到结果，如果你想看到那个心想事成的话，那么你需要在当前忍耐忍住，并且还要集中注意力，把现在就是这个瓶颈期走过去，还不能掉以轻心。因为这个魔法师他在这个操纵魔法，他是不能够去动念的，他是不能够去分心的，他必须不断的去蓄积这个能量。所以就感觉到第2组牌的朋友，也许你当前看不到结果，但你还得持续付出这条道路给我这个能量。也许你当前还不能看到最终的那个答案，或者是你不能看到那个人最后告诉你的那个结论，但是你还得不断的付出，对吧？如果这个人告诉你结论，或者是你知道这件事情结论是做不了的，也许你也觉得更舒服，你就可以直接放手然后离开。可问题是现在这个结论它出不来，对吧？这个结论它出不来，所以你就可能有一点抓耳挠腮，觉得非常的心烦意躁，觉得好像忍不住，但是必须得忍必须得忍。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忍耐第2组牌的朋友，我感觉到这组能量就是要忍耐，但是你的强烈的能量，我觉得是有一种还蛮强烈的一种成功，就是在未来可能会更加清楚这个结论。可是我们有了魔法师，因为你的意志力很坚定
而且你有这么强烈的愿望在这个地方，我觉得对于大多数的朋友啊，第二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成功的比重还是会更大一些，要高于50%。所以看到这个地方，我会觉得未来肯定的答案就是这个 yes， 要高于 no 啊，但是这个比重是在50%这个地方去画分割线，好不好？因为我们这边天使是说，只有再过一段时间，你才有可能知道更加确定的方向，好不好？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还有2张塔罗牌，这2张塔罗牌呢，信息也非常的关键啊。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这边的能量啊。我们接下来的塔罗牌是梦想家6和世界树的逆位。这2张牌呢，首先在告诉我，有一件事情大家可能当前不知道，这件事情是隐藏起来的信息，它讲的是所谓的命运啊，所谓的命运就像风一样啊，就像这个命运之风一样。什么叫命运？就是把你带到某个地方，把你放在某一个人的身边，把你放在某一个环境，让你遇见某件事，看到某个人，遇见某个真相，知道某个信息，这个就是所谓的有命中注定在里面。那么我们今天梦想家6出现了，我们看命运呢，它就是一个风神，就是这个风力之神，它吹动了这个命运，所以你在命运的船里面啊，这个是第二组牌的朋友，你在命运的大手里，你也在命运的风向当中在变化和运动着啊。所以我觉得这张牌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是当前第二组牌的朋友，你所不知道的事情就是你看起来你在忍耐，一切的能量仿佛是静止的，没有变化，但实则你已经在命运的大手当中我觉得是命运在拖着你运动，但你不会有任何的感觉，你的眼睛你的五感所感受到的可能都是静止的，都是没有任何变化的，你在忍受，你在忍耐这种没有改变的一种状态。可是呢，宇宙说，其实宇宙的大手已经在把你拖向属于你的人，属于你的事，或者是属于你的将来和以后。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能够感觉到当前你还不知道的能量今天宇宙给出的指引，当前你还不知道的事情就是已经在变了。我们今天梦想家讲的是风元素，风元素呢，它其实是不太固化的，就是它离显化还有一段距离。风元素讲的是思想，讲的是这种我们在讲意念所以当前我觉得宇宙在帮你调频，第二副牌的朋友，宇宙在帮你改变一些我们刚才最先开始讲的外界的变量。那么外界的变量一旦它稳住了，一旦已经确定了，确定好了，那么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就能够感觉到你落地了，你被命运的手就是落在了本属于你应该属于你的那个正确的轨迹当中。所以当前呢，你在忍耐，当前呢，你在显化的过程，而你看不见的静止，其实它一直都在往前运动和变化着。那么我们的最后的这张塔罗牌，我们抽好的就是这个世界之树的逆位。世界之树既是开端，也是最后的结束。世界之树它承载和连接的是一件事情的结尾和另外一个事情的开始。世界之树当前的这个能量呢，是一个逆位的，所以可想而知第二组牌的朋友，在这条道路当中，你们离最后也就是结束非常非常的近，马上你们就要开悟了，马上你们就要知晓答案了，马上你就要知道这个东西是对是错，是值得是不值得，马上你就要被这个整个事件我觉得是带来最终极的一种灵魂的成长。所以这件事情它不仅仅是一个所谓的黑白分明的结尾、结束或结论，我觉得同时还会影响你对你人生的一个判断，或者是你对某件事情的一个意义的总结，它是一个智慧的结晶，命运之树。当前的逆位是在讲整个
我们在讲灵魂的旅程，或者是灵魂的成长，你整个这个事件就是你灵魂成长的一个课堂嘛，对不对？当前这一刻还没有结束呢，所以当前第二组牌的朋友，你还需要在这个漩涡当中给我的感觉，你还需要在这个漩涡当中去，比方说打转，比方说我刚才讲忍耐，你还需要去继续的去适应这个变化和适应这个环境。那么当时间到来的时候，命运之树就会变成正位，因为命运之树的逆位是在讲推迟结束，你想要看到的结尾当前没有来，但是它会来，但是它会来，它只是晚一点到。命运之树出现在这个地方，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将终结一个非常大的业力循环我感觉到你们将结束一个非常大的业力循环，又或者是你们将结束一个非常大的我觉得是人生的一个课堂。那么在结尾的地方，你们将感觉到非常强烈的一种如释重放，你们将非常强烈的感受到所谓的命运的安排，你们也会在整个事件的最后感受到，就是你的显化的结果和你之间的这个能量的对应。OK， 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感觉到天时地利人和，很多事情都已就位，为什么这个结果不来？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感受到好像条件不是非常的成熟，但是呢，却在不断的运行和变化的过程当中，越来越接近那个目标和显化。人生有的时候非常的特别，就是你以为，比方说某种方式才是对的。你确认某种方式是对的，宇宙为了让你了解更大的这个世界和宇宙，就会给你安排不一样的，就会给你安排一个让你当前意识能量层级不曾有过的东西，去扩宽你的意识，去提升你的成长。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来抽今天的最后2张塔罗牌，我们来为第二组牌的朋友感受一下这个所谓的未来、将来和以后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预测，我们来抽今天的最后2张塔罗牌，我们来看一下在这条道路当中的未来，也就是 in the near future， 这个 near future 未来不远的将来会是什么样子的能量展现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预测。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命运之轮。第二张牌权杖1。好，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张牌在我们的不久的将来，首先呢，我们会迎来的是命运之轮，而且今天命运之轮是一个正位的命运之轮，也就是说，当前第2组牌的朋友，如果你感觉到当前你所经历的这一切也就是这条道路当中，好像觉得自己有点倒霉或者是感觉到这个命运有点跟你作对那么在未来之后未来的以后，我觉得你会收到一个好消息，也就是说你会感觉到这个运气转来转去，终于转到了自己的头上，你会感觉到有一些好运，有一些 lucky 在自己的身上。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如果当前我们刚才解读的能量是你现在这条道路当中可能经历的是一种停滞，是一种你不得不保存实力，适应环境，来谋求你目前想要去显化的这个方向。那么在未来就是改变，而且是快速，我觉得是比较明显的改变。也就是说，这个能量会在未来，在你的眼睛，在你的五感之下感受到强烈的变化，在推进。在推进。我们今天有魔法师嘛，所以你的显化在未来能够看到你显化的东西能够有那种明显的成长，或者是你显化的东西有明显的这种往你心想事成的方向在推进和改变。那么一旦这个事情变了，一旦你看到这个希望了，我觉得你的心情就会好很多，你就不会像当前这样子有压力，或者是像当前这样子焦虑和迷茫了。这个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命运之轮。然后呢，我们今天的第2张牌其实跟我们的数字能量是完全连接在一起的。今天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是数字1，
10号牌、1号牌、1号牌就是出现了3次。出现了3次，所以你们正在这个临界点，你们在能量的临界点，你们是结束世界之树，你们既是在结束的位置上，你们也是在新的开始的能量位置上。我们在未来的将来有权杖1，这张牌代表的是机遇，代表的是机会，代表的是一个让你非常开心的，让你非常兴奋的，让你非常有热情的想要去抓住它，想要去向它奔跑的一个机会一个机会。我们今天看到了世界之树，所以说未来在不远的将来，第2组牌的朋友，你们会看到整个事件的结论，而且这个结论我觉得是有利于你的，因为我看到了好运在你这边，并且在好运的后方我们就看到了权杖1，就仿佛整个世界你忍住了，你坚持住了，那么这个好的结果，这个通行证，这个打开新大门的钥匙就会在你的手中被你稳稳的接住被你稳稳的接住。所以我们今天看最后的这张牌是火元素1，这个机会可能是很多人都在竞争的机会，这个机会可能是让你就是你努力了很久，你非常非常的希望自己能够拿到的这个机会，那么我看到你拿到了火元素1，真正的火元素之门被你敲开了，被你开启了，对不对？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第2组牌的朋友，我觉得整个你想要询问的这个方向或者是这个事件，它其实是在远一点的时间会我觉得是给你带来让你觉得很舒服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面貌，或者是一个给你带来一个全新的机会，能够让你去施展，而且还会给你带来一次好运，让你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这个东西最后能落在你的手里。所以我能够感觉到第2组牌的朋友这条道路当中就是你的显化成功，只是说你需要忍耐当前的这一段时间你必须得忍住了。那么在这个时间里你忍住了，你就能成，如果你提前放弃的话就会很可惜。世界之树逆位，你离成功只差最后那么一点点了，好不好？这个呢就是第2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为大家所连接关于我们今天的 Yes No 这样子天使和宇宙的一个解答。那么希望今天的这个能量连接呢，能够给大家带来指引，祝福所有第2组牌的朋友，祝你们成功和好运。那我们今天呢就先讲到这边，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样子2颗彩虹萤石。好，那我把它放一边。那我们今天呢要来看的是关于你心中想的这个方向，这个决定，这个道路。那么来自天使和宇宙给你的指引，他给你的答案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对于这个疑问，是 yes 还是 no？ 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天使的一个解答。那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们的这个答案来自天使直接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说的是 no。这张牌呢很典型的就是在讲有更好的东西值得第3组牌的朋友，就是这条道路有比这条道路有比这个选项还要更好的东西在未来等着你。如今的状况在这条道路当中就好比你认为它是最好的，你认为它就是这条道路这个方向是你想去求取的，甚至你还向宇宙祈祷，你想要某个人，你想要某个东西，你想要某个事情显化出来。但是天使就在你的对面，他在吹响一个号角，他想告诉你的是宝贝，这条路真的不好，你值得拥有更多和更美好的东西。他希望你能够抬起眼，看向更遥远的将来。在天使的能量当中，未来有一个圣殿，有彩虹桥在等你向前去走，而你当前可能所求的东西和你本身的能量是不匹配的。OK， 是不匹配的。所以我感觉到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在你一边去向宇宙或者是天使求取
你心中的心愿的时候，你的心底可能还会有一个苗头，有一个小声音在告诉你，其实这不是你真正想要的，或者是说这个东西不好，它不属于你，你应该去求更大的更好的将来所以我觉得在这个能量当中，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选的这个道路这个能量当中的否定答案非常的明确可以这样讲，非常非常的明确。天使希望你能够否定它，天使希望你能够看到，就是你眼前所求的这个东西未必是最好的安排。如果你心中也有任何的疑问，如果你心中也对这个能量我觉得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顾虑的话，那么这个顾虑你需要去探寻它，你需要去看这个事情它可能哪个地方是有问题的，或者是去看这个道路当中也许有些东西未必如你想象的那么的好。而且有的时候好与坏它跟合适是有关联的，就比方讲你所求的这个东西，你认为它对你好，事实上它未必能够帮你打开某一个局面，对吧？也许他对别人还不错，但是对你未必。所以我当前呢，在这个 No 的能量当中，我也听到了能量不匹配，也就是说第3组牌的朋友，你所求的这个东西，它的能量和你自身的一个人生发展，或者是你未来的一个长远的规划，它可能能量上有错层和这个裂缝，你如今看不见，但是你的天使，你的守护天使，或者是大天使，又或者是宇宙的能量能够感觉得到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你的路，你的选项，或者是属于你的那一个道在另外一个地方在另外一个地方。好，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守护神。就今天呢，我有给大家都抽一张守护神兽的能量，然后也去连接你的守护神兽当前是谁嘛。所以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为你们抽到的守护神，我抽到是狼我抽到这匹狼。狼的能量一般情况呢，它跟我们的灵性和直觉是强烈挂钩的。狼在这个传统的文化当中无论是这个土著文化还是这个东方文明或者是西方文明，狼有很强的守护的力量。在我们中华文明的这个古时候特别是这个蒙古族，狼是狼图腾，对不对？它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长生天的一个代表狼是非常神圣的，狼图腾非常非常的神圣。所以狼出现在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能量当中，作为你当前的一个守护神兽的话，我能感觉得到有一股直觉的能量在激发你，或者是在突破你当前理性或者是脑子里想出来的这一个方法。当前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特别适合就是让自己静下心来，或者是来到一个比较凉一点的地方。我今天其实能感觉到有一股冬天的凉气，意思就是说你需要去冷静你的头脑，冷静你的一个内心，你要让自己处在一个比方说那种冰天雪地的那种能量磁场当中，让自己真正的静下心来，让自己真正的去用你的灵性来指引你前方的道路。这件事这个人究竟是敌是友，这件事这个人他所指引的这条道路是否能够真正的把你带到你理想的天堂，你一定要真正的用灵性和直觉去感应它。有些事情就是听到别人怎么说，你看到什么数据，这些东西都有可能是假的。所谓的真假也是一个相对的，因为一件事情的真假是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来篡改的。尽管这个数字本身可能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在讲一个信息的不全面一个信息的不全面，或者是某个地方被扭曲了一个意思，都能够使整个全片的真相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所以呢，我感觉到第3组牌的朋友，这个狼它是一种守护，它是一种保护神，在你当下的这个局面里面，他想保护你，他想守护你，就是因为有可能你选的这个方向对于你来讲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你走这条路的话，可能会在前方遇到一些危险，或者是遇到一些你不曾期待的东西，是你不想看到的，是你不喜欢的东西。而此时的这个狼图腾出现在这个地方，就是要保护你，就是要守护你。那么这个狼除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能量以后呢，狼还有一个能量，
啊，还有一个能量，就是说这个狼啊，狼呢作为直觉作为直觉和我们的灵性的守护者的话，它也希望你能够去连接最高的频率和能量。OK， 狼是一个有很强精神，就是这种灵性很通灵的一个动物，所以我也能感觉到，就是可能当前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选的这个道路啊，也许在灵性层面，对你们的灵性的这个接下来的发展，也是一个不那么匹配的一个感觉。OK， 就有些事情呢，它可能会让你在比方说物质层面获得一些成就，但是呢，它却能够在精神层面或者是在灵性层面对你有强烈的打击，或者是对你有很不好的业力影响。所以不是所有的比方说物质层面的获得都是对你有好处的。就是我们在讲君子有财嘛，取之有道。有些钱我们能赚，有些钱我们是不能赚的，有些事情我们能做，有些事情我们是不能做的。虽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用道德的方面去评判一些东西，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去问自己的内心。因为我相信很多来听塔罗牌的朋友，你们一定是在灵性方面，我觉得是有很强烈的一种连接，或者是在灵性方面是有追求的人。你们不仅仅追求的是此生这一辈子在我们物质地球当中的一个成就，可能你们也非常追寻的是你们内在的世界，所谓灵魂和灵性的一个修为。那么如果你是这样子的一群人的话，那么当前的这一条路，当前的这个局面，或者是当前的这个选项，就更加需要你去用灵性的层面去理解和打开。也许当前你选这条路，或者是放弃这条路，你可能会损失一些所谓的物质层面的东西，但是我相信宇宙的能量这个所谓的能量的守恒一定会在另外一面为你去补足，或者是说在物质层面所谓的这种小小的损失，能够在精神层面，在灵性层面给你带来更大的一种丰盛。而当你的心去打开，当你的这个内在的容量变大，你就有这个我们在讲厚德载物嘛，你就能够有这个德行和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基础，去承载更多的丰盛，以及我们地球当中更高级的责任和力量，好不好？这个就是我今天看到，我觉得这个守护图腾的这个狼出来以后，就是很强的一种能量直觉，它是一种为你守护你的能量磁场，它也在守护着你的人身安全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这个狼它不仅守护的是你的精神世界，它想守护你的这个心，守护你的灵魂，守护你的本心，同时这个狼我也觉得它在守护你的人身安全。所以呢，我们今天第3组牌的朋友，这条道路请大家谨慎选择，好不好？谨慎选择。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张塔罗牌今天第一张塔罗牌。那么第3组牌的朋友我们这边能量非常强烈的一个共振，我们今天所抽到的这个塔罗牌就是死神今天我选到就是死神。死神这张牌出现以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组牌的死神，它讲的是工业革命这个人类世界所谓的工业革命带来的污染和对我们海洋生物地球的一个污染。在我们的这个灵性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塔罗牌里面，包括占星里面，它所谓的这个能量的规则就是在讲上面是怎么样，下面就怎么样 ，as above so below 也就是说我们人在地球表面做的这些事情，工业的污染，其实它不仅仅是对我们的人类地球之上做了这种所谓的影响吧，它还会影响我们的表面之下，地表之下，也就是海洋的这个海洋的这个世界。我们从今天的能量当中可以看到这个海龟这个海狮然后这个鸟都被工业污染的油所污染，还有这些鱼，它们身上都沾染了这种污秽，它们生活的家园已经被污染化了。而此时此刻，我们看到美人鱼，也就是美人鱼这个族群其实它也是一种象征着人类吧，或者是说人类在上面，美人鱼在下面。也就是说，当我们做出一些事情以后，总要有一些人我觉得是平衡这个能量，这样子我们的地球才能够继续的运转。所以总是会有一群人去帮助那些弱小，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而当前呢，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能量的指引之下，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当前呢，就如同这些比方说这种鱼鸟就可能是被一些外界的能量所干扰了。
你们现在的身体里或者是你们的心里就仿佛有这样子的一个毒素或者是毒油在浸染着你的身体，浸染着你的心灵，让你可能会生病，让你可能会焦虑，让你可能会过得不开心。那么在这样子能量的干扰之下呢，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就需要去排毒。死神牌，你们需要去远离，你们需要去救自己，或者是被别人救所以我们今天死神牌其实它有很强的一个能量，讲的是的，我们能看到这个业力之间的联系，我们能看到业力之间的干扰，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在这种危机时刻，我们是需要彼此的。这张牌非常强调的是一个共存关系。所以第三组牌的朋友，在你的身边在你的身边，在你的周围，如果你需要帮助的话，你需要去允许这个帮助进入你的生活。也就是说，在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所选的这个道路当中，如何才能让自己出来？如何才能够救自己呢？如何才能够在这个方向里能够减少损失，或者是让自己可以重新开始呢？死神牌，结束和重生。那么答案就是你要允许这个帮助能够去帮自己去洗涤，把你身上的这种业力，把你身上的这种污秽，把你心灵上承载的这些压力洗涤干净。死神牌讲的就是排毒。如果我们这个第三组牌的朋友，这条道路当中已经让你有一些毒素在你的身上，在你的体内，你就需要去排毒你需要去排毒。这个排毒可能包括你需要远离毒素，远离这个病毒的源头，对吧？它可能是人，它可能是事，它可能是关系，它可能是环境。那么第二个就是允许帮助发生，这个帮助可能是比方说你周围的朋友，这个帮助可能是你周围的这个家人，这个帮助也有可能是精神的老师，精神的导师，你认为能够连接，你认为能够在无论是精神身体对吧方面，包括医生等等，就能帮你的人，你要允许他们来帮你。因为我们这张牌讲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有些事情发生以后一定会有这种 rescuer， 就是拯救者出现一定会有拯救者出现。我们能看到人在拯救，我们能看到美人鱼在拯救，总有一些人他肩膀上是有责任的去拯救他。所以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如果你是需要被拯救的，请你允许拯救发生，允许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去疗愈这个就是我听到非常非常强烈的一个能量了。那么当然了，最厉害的拯救者很多时候往往也是我们自己。所以第三副牌的朋友，在这个道路当中，你也需要去勇敢的选择自救，让自己好起来，让自己离开，让自己勇敢，让自己接受这个事情当下的这个局面 OK， 允许它变化，好不好？来，我们今天的第二张塔罗牌今天我们一共是我是2次抽牌，每一次都是单张牌，然后等会我会给大家看所谓的这条道路当中我们能预测的未来嘛。我们来看今天的隐藏能量，我们今天抽到的是梦想家5。梦想家5隐藏的信息是什么呢？就是在每一次的所谓的放弃里面，因为我们今天选的是 no， 对不对？我们今天看到这张牌天使给出了这个答案是不可以，不行。那么如果你选择结束我们又有死神牌嘛，就是如果你选择结束的话，那么在结束的这个能量当中，它包括着什么呢？它包括着我们丢弃这个梦想。因为无论这个路它是当前来看好和不好，其实最初都是你选的，对不对？最初都是你，无论是你选的主动选择，还是因为其他原因你走到这条路上，那一定是你 OK， 就是有一定你的能量在这边就是有影响嘛。那么如果是这样子，如果这是你曾经很认定的路，离开它代表着放弃梦想，离开它代表着你可能需要去承受所谓的这个败局，你可能需要去接受 OK 此路不通的事实，或者是这个人不行，对吧？所以有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我们舍不得，为什么我们做不了干脆的断舍离，就是因为我们的离开成本太大了，因为我们在计算，对不对？我们在计算，我们总想平衡，对不对？我们总想去不要让自己损失，但是人生当中有的时候保全自己，或者是说
减少损失，而不是每一次都扳回一局，每一次都赢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这条道路当中，如果这是你之前选的路的话，我觉得与其去跟他硬碰硬，或者是两败俱伤不如放过自己。你离开并不是去便宜别人，或者是让这个路线就是说好像你无所谓。我觉得你的离开其实你要以自我能量为出发，因为你已经在这个路当中被感染了，或者是被污染了。那么你现在应该考虑你自己的人身安危，你需要考虑你自己的心灵成长、心灵健康。所以所谓的这一次放弃，它并不是真正的丢到自己我觉得这个事情和自己一定要分开。有的时候我们之所以很难放手，就是因为可能觉得放手这件事，放手这个人，仿佛就是我们不要自己了，或者是丢弃自己了，并不是这样。我们之所以会选择放弃和离开，是因为这个路，这个选项对我们的未来不好，对我们当下也不好。所以我们要把能量收回来给自己，为自己多考虑一下，多爱自己一点点。不是说一定要把它怎么样，而是一定要为自己着想。那么当能量能够收回来给自己的时候，我相信很多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都能够更加勇敢的去丢掉。因为有些路走着走着可能会让你越来越累，有些路可能走着走着会让你越来越孤独。那么这样子的路，与其一条路走到黑，不如我们换一条路。所谓的这个丢弃梦想，其实也是在保护自己。而当前你的天使和宇宙的能量也希望你能够重新考虑不要太过于的执拗，不要太过于的去硬拼到底有的时候我们需要灵活。我们今天出现的也是风象元素嘛，我觉得在思想当中一些弯弯绕绕，在思想当中的一些缠绕，也需要当前第三组牌的朋友去斩断它。用你的勇敢，用你的勇气去斩断，才能够去给自己解放，才能够为自己打开一条新的路，一条新的路，一条更好的路。那我们讲到这个未来呢，接下来我们就来给第三组牌的朋友做一个预测我们来看一下你的未来。感恩宇宙，我们来预测一下接下来，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将来能量感恩宇宙。好，我们已经出现了这个牌。那么第一张牌呢是权杖2，第二张牌呢是宝剑侍者。OK， 好，这两张牌出现在这里呢，我觉得是很好的能量首先是权杖2，这张牌讲的是计划。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张牌权杖2因为我之前看到在这个死神能量当中呢，是有一些我刚才讲的是一种允许发生嘛，我讲的是一种排毒，对不对？我们要允许想来帮助我们的人，也就是 rescuer 和一个是帮助的人，一个是被帮助的人同时出现。那么如果这个能量出现的话，你就说第三组牌的朋友，你允许这条道路当中别人来帮你，你接受别人的帮忙，那么在未来你跟这个帮助你的人，你们的关系会很愉快。在这条道路当中，甚至有朋友能够去真正的遇见跟自己很有默契的人。因为有的时候交朋友也是很有意思的，就是因为什么事情而遇见这个人，因为什么事情而了解彼此。在这样子的危机时刻，出现在你身边的人，大概率应该是你的贵人，大概率应该是一个我觉得是精神上很能够指引你的，很能够理解你的这样子的一个有爱心的人。那么跟这样子的人结缘的话，那么未来你们非常有可能会组建所谓的这一个团队。这个团队可能是两个人有很深的连结，因为他救过你，他帮过你，对不对？或者是说他的某些思想，他的某些能力得到了你深厚的认可。那么在接下来的人生道路当中，因为我们看到这条路是转弯嘛，也就是说你会否定这条路，然后打开新的路。那么在未来的道路当中，我觉得你在危机时刻所遇见的这个贵人呢，会和你一起，我觉得是更加有精神的。因为我看到火了嘛，也就是说整个这个事件的将来，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会迎来自己的重生，你们会点燃对生活的热情，
而当下这个能量，我刚才看到是很冰冷的冬季和水，而且是被污染的水。这样子的能量是给人的感觉一点都不温暖的。但是在未来，我们看到了火，我们看到了这种燃烧，我们看到了这种互动，所以很多朋友能够在这条路我觉得是转弯之后呢，遇见一个更好的一个未来，一个更加适合你的将来。而且如果这条路你当前觉得未来很难的话，而在火元素2这里，他所看到的未来是更加光明的明天，是更加能够激起你热情的一个规划，一个能够更加让你有希望的一个将来。火元素2。最后这张牌呢是宝剑侍者，这张牌是一个全新的机会这张牌讲的是新能量。我觉得很多朋友经过这一次的变化，因为我们这边有死神嘛，经过这一次的变化，经过这一次的重新整理那么接下来呢很多我觉得是选择到这条路的朋友你们的想法会发生变化。也就是说整个事件对于你的所谓的这个对你的好处吧，我们来这样讲，对你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你能够在这条道路当中总结出人生的智慧我觉得你能够在这条道路当中看得很清楚，看得很透彻谁是为你好的，谁对你来讲他是能量的吸血鬼，什么样子的事情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什么样子的事情能够使你热情澎湃，什么样子的事情是拖累你的，让你痛苦不堪。而风元素的侍者讲在这个地方，就是在讲你会对接下来所转过弯的新道路充满信心，充满着好奇，你的能量重新被注入了新的一种解药，也就是说你会变得很轻。你看我们之前就很重，后来就会很轻。火元素和风元素都是阳性能量，在往上扬，在往上升。而风元素的侍者呢，就是在讲你的思想可能会对于很多事情就像被打开了，整个事件可能会把你的灵性给打开，你开始更加独立的去思考，你开始更加大胆的去询问，而不是被别人指引或者是被别人安排。所以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有些时候看起来当下的不好，也许我们过一段时间就会觉得这一段人生经历才是真正能够去激发你的，或者是能够让你更上一层楼的一个契机。那么如果你能够在这个转弯的路口我觉得是转好弯，或者是让自己能够变得非常优秀，变得非常的厉害，那么这就是你的机会，你就要抓住它，运用好它，让自己可以去重获新生。 OK， 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所看在这一个选项，在这一个方向当中，来自天使和宇宙给你的具体指引。那么希望这个信息呢能够对大家有所帮助。那么今天呢我们就先讲到这边，拜拜。 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4副牌组的朋友。那你们呢选的是这个粉水晶水滴，好，先把它放一边。今天呢我们要来看的是关于你心中的这个方向，这个选项或者是这条道路，来自天使和宇宙给出的指引还有答案，究竟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是 yes 还是 no， 是可以还是不行呢？那么我们今天首先来看第一张牌，我们来看来自天使给出的答案。第4副牌的朋友那天使当前呢告诉你的是 if you believe， 就是说这条道路究竟能不能走过去这个选项究竟好还是不好，成还是不成，在于你是否相信它可不可以。所以当前呢我觉得在这个能量当中，我觉得是对应在我们之前讲的另外一组牌就是很强烈的一个两面性。今天第4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的这一面代表着整个事件，如果你是那个核心的推动者，又或者是说把你比喻成当前整个结果的魔法师或者是显化师的话，那么当前天使的指引是说，你是否真的愿意去显化它，你是否真的相信这条路值得，你是否真的觉得或者是认为自己是可以的。我觉得这个能量是非常强烈的。其实很多时候这件事情能不能成，
这条路究竟能不能最后走出你要的结果，在于你自己怎么走，怎么做。所以这个能量呢，我们从另外一面小小的去反省一下，就是第4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对于这条道路，也许你心里不够坚定，也许对于这个选项你有一点点的自我怀疑。如果说这个能量能够对应到你的话，那么天使其实就是希望你能够更加确认自己心中的这个目标，或者是更加清晰整理出这个结果和方向。因为只有当你真正的意识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面对什么样子的阻碍，这都是你心甘情愿，这都是你非常想要的一个东西的话，或者是想要成就的一个东西，或者是这条路的话，那么你能把它做成啊，你能把它做成。所谓的命运是一方面，人为是一方面。当前呢，我觉得整个宇宙的能量仿佛在等待着你的一个按这个确认键啊，等着你按那个确认的按钮。你只有跟宇宙发订单说，嘿，宇宙啊，这个路我走定了，无论未来艰难险阻，我都一定要到达，就是这条路能够通往那个方向的话，那么宇宙的能量就会随着你的心定而发生剧烈的变化，然后呢，和你一起去共同显化和创造。可是当前呢，在这个方向里，如果说第4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方向是你自己还心里没有定，那么宇宙没有办法跟你一起去同频或者是一个共振。所以我觉得整个事件当中，当前宇宙的信息是说，你先定，他再定啊，你先相信，他再来相信你啊。如果你不能够去 commit， 就是你是承诺啊，我承诺我衷心付出，我衷心这个方向，我衷心这个选项，我衷心这个人的话，那宇宙也不确定，宇宙也不能够去按他的那个按钮键。所以当前的第4副牌的朋友是，如果你也相信，如果你心里真的相信这个路是你心里真正确认无疑的想要去走的一个方向啊，想要去选的一个东西的话，那我觉得这个结果就会大不一样了。好，这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能量，来自天使给出的解答。那我们今天的第2张牌呢，是我想为大家抽取当前你的守护神，你的守护神兽啊，比方说他是谁，他是什么样子的能量图腾，然后呢，他带给你的信息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第4组牌的朋友啊，今天呢，我抽到的牌卡是火烈鸟，是这个火烈鸟，其实火烈鸟的能量呢，它会有比较强烈的那种，怎么讲呢？就是它很多时候是用在这个爱情的能量指引里，对吧？它讲的是忠贞不一，它讲的是2个鸟，就是那个脖子嘛，就是一起去朝同一个方向，然后就比出来一个那个爱心，是不是？所以火烈鸟的能量呢，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火烈鸟的能量永远都是在讲合一、统一，就是有一点像是那种天下大同的感觉啊。事实上也是这样子，我们每一个人虽然是独立的个体，但是我们在这个能量的周期和循环里面，我们其实是在不断的去完善个体，然后呢去冲破个体，融入这个集体。最后呢，我们在集体里要学会不迷失自己，我们还要学会在集体当中去发挥自己的光亮，而且在整个集体统一的能量当中，我们所谓的这个共同意识之下宇宙的共同意识之下，我们还要有一定的个人的能量。所以它的这个能量的升级其实是有2次我觉得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比喻，就是我们去看12星座的这个循环从白羊座到巨蟹座，然后是从狮子座到天蝎座，然后是从射手座最后走到双鱼座。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循环我是把它分在3个不同的能量的这个群组里面，3个不同的能量层级。所以我感觉到，就是当前第4副牌的朋友，我们看到了火烈鸟，就是在讲你当前所选择的这条道路，你当前所想走的这条路，我觉得它不仅仅是你的一个成就，或者是你的一个实现，它其实也代表着共同。也就是说，这个道路当中至少还会有1个人以上跟你一起是相互影响、相互作用，
这个事情的成就也不仅仅会成就你一个人，它可能也会成就2个人以上，或者是更多。这个是我们讲的火烈鸟的一个集体能量、集体意识的能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来自于火烈鸟啊，它其实能量里自带的是说，再聪明、再厉害的人，有时候呢也是需要来自他人的指引，或者是同伴的支持。这个就是什么呢？我们在讲我们走在地球之上，我们是不能够，或者是很难一个人去独自行走的。独自行走它是一个阶段，它是一个自我探寻的一个过程，但是最后我们要从那个能量里出来。我们去看塔罗牌里面有隐士牌，对不对？隐士牌它不是说停在那里就结束，隐士牌只是9号牌，还有后面很多很多的能量。所以我觉得当前第4副牌的朋友，就是这个能量就是在告诉我，你所走的这条道路，当前你的守护灵或者是这个守护神兽，来自于火烈鸟告诉你的信号，就是说在这条道路当中，如果说你心里有一些不确定，因为这里是 if you believe， 如果你相信，那如果你不相信怎么办？如果你当前心里有存疑怎么办？那么你可以去寻找他人的指引，你可以去寻找同伴的支持，来给出你一个，比方说第三方这个局外之人看得更清的一个建议，或者是他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看能量的时候，有些可能我们在讲能量比较弱，或者是一般比较习惯于依附别人，或者是比较习惯于去有一个大树，我们是靠在大树下的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的话，会非常容易的，或者是更加容易的去说出自己的诉求。什么样子的人特别难的去寻找别人的帮助呢？就是他本身就是大树他才是别人的肩膀，他一般都是别人的依靠，他一般都是让别人靠的这种人。我觉得第4副牌的朋友，仿佛在你们的心里，或者是在你们的肩头吧，是不是责任其实还挺大的，或者是说你们其实负重的东西比较的重，你们一般都是去帮助别人，或者是你们一般都是去让别人依靠。而当前在你们的这个选项当中，我觉得你们是来到了一个你们不熟悉的能量领域里面，就是你们可能非常需要的是让你确信的东西，对不对？一般可能是你在给别人打气，因为你的存在你让别人相信，所以那个人他出人头地，或者是那个人他获得幸福。可是现在是你自己的路，你现在本来就是你一般是别人的大山，别人来靠你，你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寻找帮助，或者是你有点迷茫，你不知道怎么样去寻找你内心的那份确定和确信。这个时候第4副牌的朋友，你需要去改变你的能量磁场的一个角度。OK，我觉得当前的能量就是在告诉你这个火烈鸟把自己放到群体里去，寻找帮助不丢脸，示弱也不丢脸，或者是说出自己的困惑也不丢脸不会因为你说出自己的困惑，或者是你的一种迷茫的感觉的话，别人就会觉得你不再那么的强大，或者是别人觉得你不能依靠，不是这样。有的时候当你适当的比方说柔软，或者是敞开心扉的时候，你不仅仅能够释放掉自己心里的压力，得到非常好的，我觉得是哪怕是曾经你帮助过的人，他们给你的指引，或者是他们的角度看问题，帮助你解惑。我觉得同时这样子的一个举动，我觉得是能够让你更加的谦逊，能够让你更加的有这种，就是给人的感觉是能上能下，给人的感觉是不把自己放在一个高处，而是把自己降于地面，会让你的能量更加的沉稳，会让你的能量更加的接地，对吧？它不会改变任何你的实力、你的能力以及你的威望第4副牌的朋友，我能感觉到这个能量，所以我觉得你现在要学会的，来自火烈鸟你的守护神兽给你的信息，就是试着去学习，试着去学会跟大家一起行动，随着大家一起去疗愈。因为你一般可能是疗愈别人，但是你也需要疗愈，对不对？所以你也需要去跟大家一起疗愈，你也需要去在这个群体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去互相的支持彼此。也就是说，你给别人了支持，
这个时候你也可以得到他们的支持。你支持他，现在他们来支持你，那么你要做的是敞开心扉，接受别人给你的支持，听到更多人给你的打气，接纳更多人给你的鼓励和肯定，也许能够让第四组牌的朋友更加的，我觉得是有力量的，去征服或者是走向远方，到达你心中的那个彼岸。我们今天的这个火烈鸟啊，它的能量，这个守护灵，它想守护的这个能量磁场是说，它所守护的是爱的频率啊。这个火烈鸟，它守护的是爱的频率，它守护的是天堂的或者是天堂之爱吧，可以这样讲来自天堂的爱，来自你看不见的守护神、守护灵和祖先，想要去跟你连结，想要去帮助第四组牌的朋友。所以我觉得当前仿佛你要去打开的这扇门第四副牌的朋友，这条道路你要去打开的这扇门，你要去突破的这个能量，是来自于你内心的我觉得是你可能会很相信自己，但我觉得这个能量是在锻炼你去相信别人，相信那些你平常看不见摸不着的神力。因为我们今天的火烈鸟是来自天堂的爱来自天堂的爱，所以有些东西它可能会超越世俗，有些能量可能会超越平庸，有些能量可能会超越条件，所谓的这种很简单的很3D 的一些，比方说利益等等它会更加的接近于神性的爱这个是第四组牌的朋友，在这条道路当中，我觉得你需要有一个更高意识能量层级，去让自己确定，去让自己相信，去让自己被天堂之爱的能量所包围所守护。那么在这条道路当中，一旦你相信，那么奇迹，因为我觉得这条道路当中应该是奇迹之光，也就是说这条道路当中，只要你心定下来，那么奇迹将会为你旋转。你看这里我之前讲过这个我记得我在那一期外星人的那个那一期里面讲过这个能量这个是3个这里是2个三角形嘛，就是三角，它一个是往下的，一个是往上的，2个三角集合成了一个我们所谓的神圣几何图腾它旋转出来的就是那种无限的力量，好不好？好，这里是我们今天的能量如果你相信。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今天的第一张塔罗牌。今天第四组牌的朋友，在这个选项和方向里，我们看到的是星星牌，星星我们今天这个是 Evening Star 这个是黄昏的星星。这张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所谓内心的梦想内心的声音已经和宇宙的频率产生了共振已经产生了共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内心真正的梦想都不敢真正的去想，内心真正的那个美好的期待都不敢去期待，因为太美好，因为太想要，所以去逃避它。可是此时此刻呢，我能感受得到第四副牌的朋友，这个美好的诉求，这个美好的心愿已经在你的心里越来越大，它的能量已经越来越，我觉得是旋转的越来越快了。这个能量也许你潜意识里面在逃避，但是潜意识里这个美好的愿望，这个真正心中想要去实现的东西，已经和宇宙的能量产生了同频和共振。我们这里的美人鱼它已经能够和你心里真正的想法连接在了一起，爱的频率已经化为这个所谓从大海里浮现出来，变成了泡沫。我们今天黄昏的星星其实就是金星的能量就金星，所谓爱的频率和爱的能量，你心中之所想，你心中之所愿，你心中之所爱，已经和宇宙的能量，我觉得是达到了一种连结已经达到了连结。而今天我们的星星牌就是这个宇宙的能量已经吹响了这个号角，它希望你能够醒来，勇敢的去面对内心真实的愿望，能够勇敢的去接纳自己内心真正想要去实现的，想要去做的这个美梦。这个美梦如果你都不去做，那么这个美梦怎么可能成真呢？所以是先做梦，再把美梦变成现实。第四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你比你想象的要强大的多。
而且在今天的这个能量频率里，我能感觉到其实很多事情我觉得是比你想象的要好很多。我不知道第四组牌的朋友会不会有的时候就是你会把事情想的就是比较的严肃，或者是比较糟糕一点，因为你习惯性的去兜底，意思就是说你可能会把事情想的就是最不好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你会去做全面的准备，所以你能够在每一次能够去比方说筹备的比别人更加的全面，或者是准备的比别人更加的充分，又或者是说你能够在每一次的那种难关之下都能够挺过来，就是因为你能够去把事情，我觉得是以比方说最不可能发生的，或者是最坏的情况是什么，你都给它打算好了，所以事情来的时候只会比你想象的要容易，比你想象的要简单。你是这样子的一个能量，可是呢，有的时候这样子的能量会怎么样呢？就是会拖累你，会让你觉得很沉重。而当你真正想要去得到什么的时候，等到你真正想要去期盼什么的时候，也许你就会打压自己，因为难的地方可能到处都会有什么样子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可是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个美梦的话，那么这个美梦可能就会被你的内心所压抑，你就不会那么的快乐。而当前呢，我觉得你做了可能很多很多的好事了，你已经积了很多很多的这个善缘了，那么你心中的这个美梦，我能感觉到宇宙希望你能够去承认它，宇宙也希望和你一起去把它显化出来这个就是星星的能量。好，我们来看今天最后的2张这个提前抽到的塔罗牌还有什么样子隐藏的信息我们当前是不知道的。首先这张第一个牌，这里是一个5者85者8，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牌它是在讲什么。5者8讲的是逃避这个停滞逃避停滞，也就是5者是水元素嘛，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所谓的黑白色就是忧郁忧郁，它离开了忧郁的这个水，然后呢走向了金色的大道。OK， 然后这个忧郁的水里面呢还会有很多的手，就感觉在拖着它拽着它不让它走。我们有的时候会有忧郁的情绪，我们会有消极的想法，这些东西就像是这水里的手，无形的手，黑白的手拉着我们，不让我们去拥抱真正的幸福和光明，金色大道，对吧？人生的这种金色是那种积极的阳光的美好的带有生命力的，是我们心心念念想要的快乐舞蹈。但当前呢，我们这里是一个5者8的一个逆位嘛，所以我觉得当前呢，在第4副牌的朋友我们所谓的这个隐藏的信息，就是你内心对于这个美好的愿景，我觉得有太多的这种消极的或者是打压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有可能就是来自于你自己，你在说服自己可能这个美好的东西不可能发生，或者是你在跟自己对话，告诉自己你不会那么走运这些声音就是所谓的这个黑白色的这种忧郁你的那种，比方说我们每个人的阴暗面我们每个人所谓的恐惧或者是你为什么会如此的担忧呢？我们可能还可以从这个能量一直往前走，去追溯这种忧郁的能量和情绪来自于哪里。 OK， 当然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一个占卜的一个重点但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牌里面可以看到，我觉得第4副牌的朋友仿佛有一股那种不自信的能量在你的当前的这个能量磁场里旋转，而且这种不自信我觉得很多朋友第4组的反而是说你其实平常是很厉害的我们在讲不自信的能量，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比方说这个人不是很厉害，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人不自信，错。有的时候不自信的能量往往来自于非常成功的人，越是成功的人越不自信，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可能看了很多看了很多的别人的成功，也看了很多别人的失败，能够谦逊的看到自己的渺小，也能够目光长远的看到未来的可期。所以在这种成功人士心里他的这种不自信的能量会随着他的这种心境和心情能量磁场情况的好坏而调整而改变。当人走在一个比较低谷的能量频率里的时候，就像这种小小的影子平常都被这个光亮所掩埋，那么一旦你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这种小小的影子就会被放大，使本来很有能力的人反而就是不自信了，反而怕了。
所以当前呢，我觉得第四副牌的朋友，你如果在宇宙的能量提点当中知道这个能量，你知道你自己也许就是这个情况的话，那么你就需要去甩开自己的忧郁，甩开这些忧郁的双手，不要让他们拖住了你前方光明的大道。我觉得第四副牌的朋友，你们可以很成功的，如果你相信，因为我看到了前面的光明大道，我看到了前方的这个一轮满满的太阳已经在头顶，就是续续燃烧。你要做的就是奔向那里，走出情绪的阴霾，或者是走出一些消极情绪。这个消极情绪可能是别人对你的一些干扰和影响吧。这个是我们的第一张牌这个是舞者8。那么第二张牌呢，我们来看一下，也是一个逆位的。我们这边是一个制造者国王这个就是土元素国王嘛，逆位的。土元素国王大家应该很熟悉了，这是一个工匠的能量，它能够把土元素这种制造的能量、创造的能量达到极致。因为所有的国王能量都是在讲 mastery， 就是那种精湛精湛，一切技艺已经达到了精湛娴熟，已经完全能够驾驭。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土元素的国王，他讲的是技能一个天赋，一个技能。那么我们这边是一个工匠的能量，做事情可以做到极致。OK， 非常的精湛非常的能够在他的这种创造当中做出最好的作品。今天是一个逆位的。这张牌呢，我觉得是对应在第一个吧，就是有些朋友在这里我听到的现在我听到2种。第一个呢是有关于工作方面的事情，可能或者是学业方面的事情，就是你们是非常有潜力和天赋的一群人，你们在某个领域或者是这个比方说某一个方向当中，我觉得是非常有天赋的，然后呢很有专攻，但是呢一股能量，就像我刚才讲这个灰色的双手，我觉得是阻碍了你，或者是拦着你去做真正的自己，成为这个领域里的国王，成为这个领域里面的真正有自我建树的一个人。而这条道路当中，可能你要承担的，以及你要去奉献的，或者是你需要去大胆走的话，就有可能会承担很多次的，比方说失败呀，或者是有可能会承担别人的指指点点你可能很担心你很担心，或者是说这条道路当中你一旦走的话，你要承担很重要的责任。因为我看到了这个火烈鸟，它不仅仅关乎于你，它可能还关乎于你的老师，它可能会影响你的名誉，还会影响学校的名誉，它可能还会影响到公司团队的名誉，所以你的压力很大第四组牌的朋友感觉到你的压力很大。第二个能量呢，我看到是来自于家庭的东西，就是可能你当前所询问的这个道路里是在家庭关系或者是家庭能量的背景之下展开的。你有一个梦想星星牌，你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的声音已经足够响亮，已经足够大，但是你还是不敢去争取，你还是不敢走出来，是因为家庭，是因为家人你的家人，你非常的爱他们，但是你害怕因为你的选择而影响他们，而拖累他们，或者是你害怕由于你的选择选择做自己，或者是选择走自己这条路，反而使家人就是比方说不相信你，或者是不再爱你。这样子的能量呢，会让你犹豫也许你当前也是会想着说两全其美的方法嘛，也许第4条路就是两全其美，或者是第4条路就是你想为自己争取的一条路，但是你非常的害怕，非常的担忧，而且这里呢，我觉得是有很多的不自信，有很多的自我否定我听到有很多自我否定，所以当前的宇宙也是在等着你去确认嘛，你确认就是这条路你走不走，你要去确认你敢不敢走，你要去确认这个梦的方向是不是真的想去追寻。因为我们的这一生其实最终的主人公还是我们自己，无论你的命运当中有多么美好的东西，或者是多么可能实现的潜力，如果你不走，如果你不做，如果你不开始，那么他们很难变成现实。我们所谓的埋没了你的天赋浪费了宇宙给你的这条好命等等可能都是第4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当中可能会有的一些影子吧。OK， 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呢，最后来看一下这条道路的未来，我们来预测一下将来和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帮大家去做决定嘛，所以我们也会来看一下
未来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选项、这个道路、这个方向的未来。好，感恩宇宙。刚才我们是不是有提到隐士牌？我们现在出现了隐士牌的逆位。OK， 我们出现了隐士牌的逆位，然后第二张宝剑国王的逆位。好。第一个能量我听到的啊，这个非常的强烈，它讲的是选择一条自我探寻的道路。那这个隐士牌啊，我听到是在这条方向的最后，可能有一些朋友都不敢走出来。意思就是说，在这个路的前方，可能大家会经历一段时间的自我探寻，去真正的不受他人的影响，来寻找你心中的那个光亮，再一次的去确认你心里的这个梦想是否值得你当下去追寻。可是呢，隐士牌的逆位啊，它代表着可能有一段时间有一点不敢出来，因为我们所谓的这个自我探寻的道路是探寻一段时间，然后再出来嘛。但是隐士牌今天逆位是出不来啊，是出不来，或者是在这种自我探寻的道路当中有一点孤独，越来越孤独了。OK， 所以这样子的能量啊，第四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就是真的非常需要去跟别人连接。你们在自我探寻的过程当中，我觉得一定不要忘记跟自己有连接和你爱的这些人要联系到一起，火烈鸟嘛，一定不要一个人走，一定不要一个人去闯，一定不要一个人去承担太多。OK， 因为这条路，我觉得你的身边和周围一定是有爱你的人，他们一定非常希望能够跟你分享。我觉得分享的不仅仅是你的爱，你的能力，他们也很想跟你分享你的痛、你的焦虑和你的委屈。如果有的话，如果这个梦想需要他们为你做什么，我觉得他们应该是非常愿意去和你配合的。OK， 非常愿意跟你配合，因为我们今天的守护灵就是火烈鸟。而且我希望第四组牌的朋友，你们一定要知道，所谓的这个支持和帮助，它不仅仅是你眼睛能看到的爱人、家人和朋友，有的时候这个帮助是无形的，是来自于你看不见的能量体，比方说你的守护神兽，比方说宇宙，比方说你的祖先。如果这条道路你真的非常想去做，你非常想去走的话不妨去让自己连接这些能量。因为我觉得当前这个火烈鸟天堂之爱，有些东西是超越时间的，有些东西甚至是超越时空的，有些东西我觉得是超越了平凡人与人之间的，所以你要去相信这个力量啊。那么最后的这张牌呢，是宝剑国王的逆位。很多朋友，第四组牌的朋友，我认为在这个方向里面，最终你会选择做自己的。我觉得最终你一定会做自己，但是这个决定什么时候才能下达？这个成长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因为我今天看到了2张国王能量，虽然都是逆位，但是它代表着第四副牌的朋友，这条道路当中的能量非常的巨大。你将实现的是2个元素的极致，一个是土元素，代表着制造，对吧？一个是风元素，代表着策略，代表着沟通。那么当前我们所谓的这个迷局，或者是我们看到这个问题，我们刚才讲过，你要勇敢的去学习和学会和大家一起。那么和大家一起就代表着你需要去沟通和交流。我们人与人之间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沟通跟交流，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是能够去学会说自己心里的话，能够去学会做心中真正想做的决定，而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是把别人放在前面。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自己放在前面的。第四副牌的朋友，所以最终我觉得你将坐上这把属于你的交椅，宝剑国王，你会成为终极的守护者，你也会成为终极的决策者。你不仅守护的是别人的，比方说快乐，别人的命运，别人的安全，我也觉得第四副牌的朋友，最终你也会守护自己的心愿你要学会守护自己心里的这个梦想这个是宝剑国王。
所以呢，我们这边可以看到啊，这边是阳性的，这边的能量其实阴阳很平衡呢。我们这边是水元素、土元素，然后呢，隐士牌土元素比较多，风元素也是阳性，所以我觉得第4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这条道路当中要实现的并不是单一能量的极致，而是阴阳能量的调和。自己和他人之间的能量调和。我这边很想点水瓶座的这个水瓶星座水瓶星座的能量不是去完全的独立成为特别的自己，而是怎么样去看待所有的人都是特别的个体，所有的人都是特别的存在，你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无论你是不是水瓶座，我觉得这个能量可能都能够对第4组牌的朋友当下你们的这个状况我觉得是起到一定的启发。好了，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第4组牌的朋友所带来的解答这个道路、这个选项、这个方向究竟是 yes 还是 no。 那么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为大家带来提点，希望所有第4组牌的朋友选择这组方向的朋友呢都能够最终找到自己心中的光亮，实现你们心中真正想要去显化的，如果你相信。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